你拿一个这个东西在街上或什么，警察就会来问你，你拿这个要干嘛？是不是？就它变成一个特殊的东西了，更不要说你拿一杆枪了，拿一把剑，拿一个刀。它的形状就好像星座一样，好像看起来像蛇，又看起来像乌龟，然后逐渐一开始是从这一个最初的新神性，以前人就在崇拜了。它是完全就是到后来是拟人化，而且还跟那些民间传说混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一些那种早期汉代的，它有一些那种砖块上面都会有雀玄武的，表示说其实在还没有道教之前，这个已经在对，说这个已经在他们的传统崇拜里面。然后后来才边杆啊。品质还蛮好的。它这是什么木？就是那个藤。哎呦，还挺沉的、啊。是，就白蜡杆。不是。什么红裙子还是什么？不是，这很沉的这个。哦。这不错。哎。不用吧？含运800。哎，真的，一样买的便宜。这挺。他说这个不挑的啦，就是有一些可能会稍微肉一点，我觉得没关系啊，是。行啊。老师，它这种长度的，像边杆吗？它就是边杆嘛。边杆嘛，这就以前西北人赶羊啊什么随身携带，这就以前赶羊人，不管欧洲还是中国赶羊人拿的。然后西方人就发展出高尔夫球，然后中国人就发展出，对啊，据说啦，高尔夫球就是赶羊的那个拿一根杆子，闲着没事就在那打那个石头嘛，看谁击得远嘛，那他们就发展出高尔夫球，我们就发展出武术，哎，因为我们这边西北可能赶羊的面临到的那个威胁比较多啊，狼嘛，它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赶狼啊什么啊，挺好，所以它是一种生活用品转换成武术器械，所以它不算是严格讲，它不算是武术器械。哎，啊，那这个东西啊，到现在比较麻烦，就是你随身携带没有个理由，你除非把它变成杖，可是你们这个年纪出门拿一根手杖也很怪嘛，是吧？而且也很妨碍，也很妨碍，所以。以前是生活里面那个行业生活里面的东西，可是到了今天，很多以前生活的东西变成不是今天生活的东西了，啊，它那种生活性就没有了，生活性没有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特殊的东西了。它变成一个特殊的东西，你拿到这个上捷运，拿到这个上街，警察就来问你嘛，你拿这个是要干什么？你如果是要赶羊的，你说我是赶羊啊，警察不要问也知道你是赶羊要拿的啊。那今天你拿一个这个东西在街上或什么，警察就会来问你，你拿这个要干嘛？是不是？就它变成一个特殊的东西了，更不要说你拿一杆枪了，拿一把剑，拿一个刀了，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很多传统的东西啊，以前的生活里面的东西。它是合理存在的，它变成武器，变成防身的东西。到今天，那个意义、那个随身性、那个生活性，它没有了，就变成我们练这个东西啊，它跟我们的生活相隔了，它有距离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你在英国，以前在英国，你在他们公园里练拳，就会有警察来问你，你这是在干什么？
啊，那对他们来讲，这个你这个动作，你搞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殊性的，看起来有攻击性的，就这样子了，所以我的教学重心现在变成说，增加你们身体的能力，然后生活里面的东西，你可以用你的身体的能力来运用它，就是你可以合理携带的任何东西，你可以把它变成防身的器具，这样子它那个东西才有流传下去的生命力。不跟我们生活结合的东西，它没有延续的生命力。人类文明里面所有延续下来的东西，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它才会延续下去。跟我们生活无关的，变成一个特殊的东西了，它就要靠特殊的方式去延续。比方政府的力量啊，或者什么力量，可是你用那些力量去延续，它还是会死。所以脱节了，跟社会脱节的东西就消失就消失了。跟早年我到日本去北海道，我看那个旅馆柜台放一盒火柴，我很奇怪，很多盒。我问他，现在还有人用火柴啊？他说没有，这是政府强迫的，因为他们要保存做火柴的这个工艺啊，传统，强迫每一个公共旅馆什么都要配，你都要买一些定量的可是用这个方式延续的东西，也不会存在的久所以一定要跟生活相关那生活相关，你练的东西要变成一种生活性的东西。我们武术现在还没有变成生活性的东西，因为练武的人把它故意变成一种特殊性的东西。如果真的像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最后那个大家上班等公车在那边站马步，或者是生活里面都在搞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一个生活了，人家看到也不会觉得奇怪你拿相关的东西也不会变成奇怪，它就变成生活性的了嘛因为现在很多练瑜伽的什么，它的那个东西就变成生活性的所以我们讲要延续一个传统的生命要把它越走越宽，变成生活性，不是越走越窄，越走越专，越走越有单一功能性，变成单一功能性它就死掉所以我一直说现在武术发展的方向是错的。它如果只能够生存于比赛当中，它一定死掉，它已经死了。就好像一个艺术品如果只能放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已经死了，是不是我们都在用花瓶，可是一个更好的花瓶放在博物馆里面可以，因为生活里面还在用嘛所以一直说我要把它变成一个生活性，我教你们的东西都是可以在生活里用的，不管它什么派，不管你会不会练什么全套，这个东西它是在生活里面可以存在的，你只有把它变成在生活里可以存在，它才会长久存在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们回头去看所有消失的东西，都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实际生活里面不需要它了，是不是？生活里不需要它了，它当然就消失了嘛，是不是所以我要传承武术，我一定是要把它变成生活里面可以存在的那这种东西好不好？它是传统它的用法也是几代的人传下来的，发展出来的，它也是一种文化
那我们要练这个东西，你要练这个东西，要教这个东西，你就要从里面抽出来，里面哪一种身体的能力，哪一种东西可以在生活里面换一个东西也可以用的，你不是一定要用这个。那个能力有哪些能力是我在生活里面换一个东西也可以用，对我的生活有帮助的，而不是去传一个套路或者传一个器具啊，不是要去传一个器具啊。所以我一直说，那个大家很多人在推广那个大枪，很长的那个大枪，那已经被生活淘汰掉了嘛。你上楼梯也不能上，进电梯也不能进，你家里也没地方摆，你练又没地方练，你一定要到馆里面一个特殊的地方去用这个特殊的东西去练习，它就变成一个特殊的东西了。它一旦变成那种东西，它就是一小部分的人在玩的。你变成一个俱乐部啊什么可以，是不是？变成一小部分人在玩的。当一个东西变成一小部分人在玩的时候，不能利益大众，这个东西就死掉了。所以很多东西它要推广。你看刚才讲高尔夫球嘛，高尔夫球开始是什么？我们认为是有钱人玩的，有钱人是金字塔上面的这些人。可是后来慢慢变成什么？这一群人养不起这个行业啊，养不起来这个行业啊，所以他把它一直往下变成很多人，一般中等收入的人也可以玩，慢慢往下降啊，变成在游乐场你也可以去挥个杆啊什么啊，他一定要这个样子，他才能存在啊。那中国武术在以前来讲，它不是普及化的，可是它也是一群需要的人多，在社会里面合理存在，社会里合理存在的。那今天我们怎么让它在社会里面能够合理存在，是不是？那就是我们练武的人要去发现，去抽取里面在这个社会可以合理存在的那个要素嘛。抽取那个要素，它才能够在社会里合理存在。它能合理存在了，它能够对大部分的人有帮助了，它就能活下去。所以靠政府绝对不行。我在国术会3年，靠政府绝对不行。政府没有这个兴趣。完全没有这个兴趣，而且他还有点排斥去推广。财团为什么要资助你这个小众的东西？你能够回馈他什么？没有。政治是不是？政治人物需要什么？需要选票。那你国术团体有这么多的人吗？你没有一个公庙的信徒多，你没有练瑜伽的人多啊。你说练太极拳的人很多，不对啊，太极拳被分成一小块，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群体，所以你不能提供社会上面各种能够提供资源的人，他的回馈给他什么需要啊？所以你不能回馈给别人东西的话，别人为什么要支持你？所以很多这个时代练武术的人、练传统的人，他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一直在宣扬我们的价值怎么样，传统怎么样。我师父以前可以打多少人，我可以多厉害，在这个社会没有意义嘛？没有意义而且中国的社会不是这个社会你看那个泰拳协会引进多少次泰国拳比赛，有多少人去看？你能卖出多少票？你卖不出票嘛？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不喜欢看那种东西，我们的社会不喜欢看那种东西，有没有懂？就怕西方拳击打的人那个样子，
真正的精英阶层也不看那个的，也不看那个，是不是？这种暴力东西从罗马时代开始都是给谁看的？给下层民众看的，统治他们的一个方式，给下层民众有一个人类最兽性最直接的这种欲望，有一个发泄的地方，晓得吗？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有个地方可以发泄，得到一些满足，是给那些人看的，是不是？真正有资产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啊，你有一些资产了，你为什么会去看那个？晓得吗？他已经被淘汰了嘛。以前还有斗狗的，可是后来斗狗的变成非法了，不合法了。什么原因？社会不接受那个，就跟以前可以吃狗，现在不能吃狗。什么原因？不是那个时候的狗好吃，现在的狗不好吃，而是文明进步到了人家认为做那个事情是错的。所以因为现在的社会不需要去吃狗才能饱，才有肉嘛，是不是？以前是我没有肉吃，有肉的东西我就吃。那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有很多肉吃，你就不需要去吃狗啦。所以那个习俗就没有了，不但没有，你去吃还犯法。就这样子，社会的进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武术里面残忍的部分啊，残忍的部分，武术里面那种东西慢慢被文明社会淘汰掉，这是自然的规律，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练这个东西的，我们就要知道，我练的东西里面有哪些东西，它在这个社会跟未来，比方讲未来30年、50年的社会。它还是珍贵的，它还是有存在价值的。我们要传承的是这个。你不要奋力去保留一些社会不需要的东西，你白费力气。那其他的武术呢？它不得不走那个，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它的内涵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打斗，是不是？可是就算是比方讲拳击跟泰国拳，现在也变成有什么女子在健身房里面也去练那些东西了嘛？他也要往那个方向去开拓市场啊，是不是？什么原因？因为它要变成一种这种运动啊，比较新鲜的运动嘛，它不能停留在那个打出血那种残忍的阶段啊。是连那些都知道要往这边走，我们练国术的不练国术的没有这个认知。是我们核心比较像是从使用身体到开发身体，因为国术里面的内涵太多了，很多，所以我们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其实不是我们故意的，而是国术的内涵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嘛，我们认识国术的，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提供给这个社会，然后社会说，哎，还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嘛，是不是这样子？人家说，如果要练健康，我为什么不去练瑜伽？我为什么不去练其他的练健康的东西很多啊？哎，国术是选项之一。那这个选项跟其他的有什么差异？是不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足？你要把这个东西提供给社会，让社会来选择嘛。第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最省钱呐、你们练国术到现在需要买很多的那个装备吗？很多的器具吗？没有嘛，你的身体就够啦。表演服啊，对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就够了。
啊？瑜伽也不需要吧？瑜伽才有嘞，瑜伽服一大堆啊，是吗？瑜伽垫，瑜伽垫、瑜伽砖、瑜伽圈、瑜伽什么乱七八糟的，它周边国术难以推广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周边产品，这也是它的优点。国术不需要周边产品，你自己就是工具，自己也是目标。可是这种就不适合什么？不适合现在商业化的发展，因为你建立不起来。为什么那些它可以建立起来？因为它的周边商品多，所以旁边去支撑它的那个资本资源就多，需要它存在的那个商人多，所以它就会存在。国术这个方面吃亏。国术这个方面吃亏，你能想得出来国术有什么周边商品吗？特别属于国术的吗？我是想半天，我想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练国术的人是善于利用，他是利用既有的东西，他利用生活里面既有的东西来练的。晓得吗？他不会创造一个特殊的东西来练。传统国术都是这个样子。你们看现在传统国术练的石锁啊，那些东西，那都是什么？以前生活里面的东西嘛，连兵器，很多兵器也都是生活里面的东西。他很少有去创造一个特殊的东西，是属于国术的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有利有弊嘛，我们就要去发扬它的利呀，让这个社会的人认识它嘛。然后我现在教你们的这些东西，抻筋拔骨啊，这些怎么使用身体啊，这些东西，我认为是现在其他的运动里面、其他的健身里面没有的，没有所以它有存在的价值，它有继续延续下去的那个可能性看不懂所以现在很多练国术的人不理解这个，把很多的人力资源啊花在那个终究会被淘汰掉的那个东西上面，那是非常可惜的好。